大家好，小孙子张开双手跑过来，甜甜喊着爷爷抱抱。你笑着弯下腰伸出手，却怎么也使不上劲，根本抱不动孩子。不是你不想抱，是陪了你大半辈子的双腿实在撑不住了。这双腿扛过家庭的重担，走过无数坎坷路，刮风下雨从没退缩过，如今连迈过家门门槛都忍不住打哆嗦。大半辈子风雨兼程，双腿从未掉过链子，可到了晚年，他们却先没了力气。去年冬天，72岁的南京鼓楼区钟表匠王师傅来到我的诊室，他低着头沉默许久，红着眼眶跟我说，前几天小孙子拉着他去院子里追蝴蝶，他刚跑3步，腿一软就重重摔在地上，孙子吓得哇哇大哭，嘴里不停喊着爷爷倒了。等女儿赶来扶起他时，他看到小孙子的眼神里没有心疼，只有陌生的害怕。王师傅说，这辈子吃苦受累都不怕，可他再也不想看到孙子那样的眼神。我坐在对面，心里满是酸涩。从事老年科工作3-5年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。从前能提2桶水轻松上楼的人，如今去菜市场买趟菜都要歇好几次。最让人心疼的是，没人告诉他们，这不是变老的必然，更不是命中注定。双腿越来越没力气，有明确的原因，也有靠谱的改善方法。当然，我也见过很多暖心的改变。79岁的杭州老人刘玉兰，之前出门必须拄拐杖，坚持调理4个月后，她给我发来视频，和老伴手牵手漫步西湖边，不用拐杖，不用搀扶，笑着说又能陪老伴散步了。我反复看着视频，次次都湿了眼眶。今天我就把哈佛大学、东京大学多年研究证实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5种常见食物，不用吃药，不用锻炼，不用手术，就能帮双腿找回力气。尤其是第1名，菜市场几块钱就能买到，被科研人员称为天然的肌肉补给品。在开始讲解前，麻烦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所在城市，打个1，让我知道你在认真收听，你的经历或许能温暖更多人。同时，我要郑重提醒，今天的内容仅为日常保健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医疗诊断。如果腿部疼肿超过2周或突然无力发软，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人过60岁，身体里有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，没有痛感，没有征兆，却一直在损耗腿部力量。我们的肌肉就像家里的房子，需要持续的蛋白质修补维护。年轻时修补能力强，肌肉一直保持强健，可过了60岁，身体合成肌肉蛋白的能力大幅下降。老年医学权威研究显示，60岁后肌肉蛋白合成能力仅剩年轻时的 28%， 相当于10个人的活只剩3个人干。肌肉流失速度越来越快，补得远不如掉得多。从前起身、爬楼、走路都轻松自如，后来却越来越吃力。这不是你不够坚强，也不是锻炼太少，而是身体缺少了关键营养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，60岁以上老人不做任何调理，10年内会流失1/3的腿部肌肉，肌肉变少，血液循环变差，平衡能力下降，摔跤的风险直线上升。对老年人来说，一次摔倒可能就是健康的转折点。但东京大学的研究带来了希望，即便到了85岁、90岁，只要吃对食物，就能唤醒沉睡的肌肉细胞。短短8周就能看到变化。真正决定双腿力气的从来不是年龄，而是日常的饮食。觉得有道理的朋友，麻烦点个赞，关注我的频道。打开消息提醒，这些细致的保健知识，门诊短时间内医生很难讲透彻。接下来我按排名为大家讲解这5种食物，排名第5的是红薯。很多人觉得红薯普通又便宜，根本没什么养生作用，这是大大的误区。哈佛大学耗时多年研究全球长寿人群，重点调研了日本冲绳长寿地区，发现60岁以上老人每周吃4次红薯，腿部负责爆发力的第2型肌纤维比不吃的人多 60%。 这种肌纤维是老年人流失最快的。
起身、上台阶、防摔倒全靠它支撑。红薯的核心营养是左碱胡萝卜素，进入身体转化为维生素 A， 能保护肌肉细胞里的线粒体。线粒体就像肌肉的小发电机，年轻时运转顺畅，年纪大了会被氧化损伤，就像铁器生锈，供电能力越来越差。左碱胡萝卜素就像防锈膜，保护线粒体持续功能。此外，一个中等红薯含有700毫克钾元素，能有效预防夜间腿抽筋。74岁的成都金牛区孙桂芳阿姨被腿抽筋折磨3年，凌晨经常疼得睡不着。我让她每周吃4次带皮蒸红薯，3周后抽筋明显减少，6周后基本痊愈。她感慨早知如此，何必受3年苦。很多人吃红薯都削皮，这是最错误的做法。红薯皮中的绿原酸能稳定血糖，避免胰岛素过高，加速肌肉分解。正确吃法是带皮蒸25到30分钟，蒸好后淋1勺橄榄油。只碱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，有油脂才能更好吸收，蒸制比水煮吸收率高3倍。运动前2小时吃最合适，每周4天，每次1个拳头大小即可。排名第4的是沙丁鱼，不少人觉得沙丁鱼罐头腥味重，不爱吃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一定会改变想法。巴塞罗那大学5年跟踪研究发现，每周吃2次沙丁鱼的老人，腿部肌肉流失速度降低 78%。沙丁鱼中的欧米伽负3脂肪酸能软化肌肉细胞膜，让细胞更好地吸收营养，就像把硬塑料膜换成软橡皮，提升营养利用率。沙丁鱼营养十分全面，优质蛋白、必需氨基酸、欧米伽负3、维生素 D3、天然钙一贯全配齐。老年人普遍缺乏维生素 D， 这是肌肉无力、易摔跤的重要原因。补充充足后，3个月腿部力量能提升 40%。沙丁鱼中的天然维生素 D 吸收率远超普通保健品。69岁的重庆渝北退休公交司机周先生，每周吃2次沙丁鱼，6周后就能一口气上3层楼，不用再扶栏杆休息。购买沙丁鱼罐头，要避开大豆油浸泡的，油脂会阻碍营养吸收，选择清水或橄榄油浸泡的。带骨罐头，鱼骨软糯可嚼，是天然的补钙来源。不习惯口感可以碾碎拌进饭菜，运动后1小时内吃效果最好。每周2罐，坚持8周就能感受到变化。沙丁鱼体型小，重金属含量极低，安全又实惠，能从根源修复肌肉细胞。排名第3的是黑豆，它能直接作用于肌肉基因，阻止肌肉分解。这个功效让我初次看到研究论文时都十分惊讶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显示，每周吃5次黑豆的老人，腿部肌肉状态比实际年龄年轻10到15岁，这是核磁共振检测出的真实结果。黑豆中的抗性淀粉在肠道内转化为丁酸，丁酸能激活基因开关，直接停止肌肉分解。日本研究发现，体内丁酸充足的老人肌肉量多 35%。 黑豆还富含镁元素，能调节肌肉收缩与放松，缺乏镁会导致双腿沉重，频繁抽筋。72岁的天津河西区赵阿姨总觉得双腿像灌了铅，沉重无比。坚持每周吃5次黑豆，每次半杯，4周后沉重感消失，腿脚变得轻快。煮黑豆不提前浸泡是大家常犯的错误，黑豆中的植酸会阻碍营养吸收。正确做法是前一晚加水加苹果醋浸泡，第2天冲洗后煮制。罐头黑豆要清水冲掉多余盐分，睡前4到5小时吃最佳。夜间是肌肉流失高峰期，黑豆能持续守护肌肉。每周5天，每次半杯煮熟的黑豆即可。如果大家听到这里，说明你十分重视自身健康，麻烦把这个内容转发给老伴、兄弟姐妹，或是总说腿没劲的朋友，一次转发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。我再次提醒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腿部不适持续不缓解，一定要及时就医。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，不能替代治疗。
前面3种食物已经效果显著，接下来的2种才是真正的腿部力量法宝。排名第2的是完整鸡蛋，必须蛋黄蛋清一起吃。流传多年的蛋黄胆固醇高不能吃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，坑了无数老年人。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发现，吃完整鸡蛋的老人，腿部蛋白合成率比只吃蛋清的高 57%， 核心营养都在被扔掉的蛋黄里。蛋黄含有维生素 D、胆碱和亮氨酸，三者结合能激活肌肉生长总开关，激活效率是普通蛋白的3倍。胆碱是大脑和肌肉的信号信使，缺乏胆碱会导致腿脚反应迟钝。一个蛋黄含有140毫克胆碱，能有效提升脑腿协调性。73岁的上海浦东退休邮递员刘大爷总觉得腿脚反应慢半拍，每天吃2个完整鸡蛋，6周后动作变得灵敏顺畅。鸡蛋做法很关键，高温会破坏蛋黄营养，小火炒至嫩熟，或水开后煮6到7分钟至溏心蛋，营养保留最完整。避免大火煎制或煮到老硬。早上散步后30分钟内吃，肌肉吸收效率最高。每天2个完整鸡蛋即可。超40万人的研究证实，每天吃鸡蛋的老人心血管状态更健康。大家不用再害怕蛋黄，双腿的力气就藏在蛋黄里。排名第1的是野生三文鱼，它是目前科学证实对老年腿部肌肉最全面的养护食物，堪称量身定制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，每周吃3次野生三文鱼，16周后腿部力量提升 68%， 肌肉增长水平堪比年轻30岁的人。野生三文鱼的核心是虾青素，这种天然抗氧化剂能深入线粒体形成保护层，阻挡氧化损伤，同时提供优质蛋白、高浓度欧米伽3、维生素 D3 和肌酸，全方位滋养肌肉。这里必须强调，一定要选野生三文鱼，养殖三文鱼的欧米伽3含量仅为野生的1/4，新鲜、冷冻、罐头装均可，认准野生标签即可。烹饪时中小火煎至12到15分钟，鱼肉刚熟，质地湿润最佳。过度加热会降低蛋白吸收率，鱼皮营养丰富，千万不要扔掉。运动后2小时内吃效果最好，每周3次。开头提到的杭州刘玉兰阿姨就是坚持每周吃3次野生三文鱼，3个月后扔掉拐杖，自在漫步西湖边。这不是奇迹，是精准营养的力量。身体得到需要的养分，自然会回馈健康。现在请大家立刻转发给身边60岁以上的亲友，他们或许正被腿没劲困扰，却不知道答案就在日常饮食中。你的一次转发可能帮他们摆脱烦恼。下面快速回顾5种食物。第5名，红薯，保护肌肉线粒体，预防抽筋、带皮增质，每周4次。第4名，沙丁鱼，修复细胞膜，补充维生素 D 和钙，选清水袋谷罐头，每周2罐。第3名，黑豆，阻止肌肉分解，提前浸泡煮制，每周5次。第2名，完整鸡蛋，激活肌肉开关，提升脑腿协调，每天2个，不扔蛋黄。第1名，野生三文鱼，全方位滋养肌肉，每周3次，务必选野生。大家不用急于求成，挑选最容易买到、最适合自己的一种，从这周开始坚持，坚持远比完美更重要。长期的小改变胜过短期的大动作。你的双腿陪你走过半生，风雨扛起生活所有重担，默默付出，从未抱怨。如今到了该你好好呵护他们的时候。还记得72岁的王师傅吗？那个摔倒后让孙子害怕的修表匠，坚持调理10周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，兴奋地说正在公园和孙子追逐玩耍。他追上了孙子，孙子看他的眼神从害怕变成了崇拜。挂掉电话，王师傅哭了，那是开心的泪水。正确的营养调理，72岁有效，78岁有效，85岁同样有效，改变永远不会太晚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大家完成3个动作。第1，点个赞，让我知道我的分享帮到了你。第2，关注频道，打开提醒，
我每周分享实用健康知识。第三，转发给你在乎的人，你的一次分享可能改变他们的晚年生活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你想先尝试哪种食物，我会逐一查看回复。大家不要走开，下期视频我要揭秘5种常见早餐，超过80%的老年人天天吃，看似健康，实则在悄悄消耗腿部肌肉。其中一种家家都有，功效和大家想象的完全相反，一定不要错过。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，这5种食物不用每天都吃，1周轮换食用，效果会成倍叠加。红薯护能源，沙丁鱼促吸收，黑豆煮分解，鸡蛋激活力，三文鱼修损伤，5种食材搭配，形成完整的腿部养护体系。同时要注意，调理需循序渐进，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的朋友，调整饮食前请咨询医生。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，健康没有捷径，只要方向正确，每一步都有意义。健康之路，我们一起慢慢走，稳稳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